在自然界，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单元相互交接的地方，往往存在着许多意想不到的奇观异景。这里是黄河与它的一条支流交汇的地方，两条河流一黄一绿，一清一浊，堪称奇景。但你一定想象不到，碧绿纯净的那条，才是黄河。在这片水域，黄河平静安宁，碧绿清澈，与浑浊汹涌相去甚远。这究竟是为什么？答案就藏在这片山河之中。当黄河从青藏高原奔腾而来，它的大部分河段都是清澈的，直到进入黄土高原，遇到了一条重要的支流——桃河。桃河绕过黄土台原，卷着巨量的泥沙奔涌翻滚，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一头扎进黄河的怀抱，也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一幕。站在这里，我仿佛一脚就踏入了两大高原，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黄河进入黄土高原的第一站——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也是我今天想要带你去了解的一片神奇的土地。从6500万年前起，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发生碰撞，引发地壳挤压与抬升，青藏高原开始隆起，并且由此阻隔了印度洋的水汽。此后数千万年里，亚洲内陆日渐干旱，特别是从约2200万年前起，自西向东吹来的风沙，在中国内陆逐渐堆积成黄土，形成了今日黄土高原的雏形。它的平均海拔比青藏高原低2000多米，属于中国地势的第2级阶梯，而临夏正好处在2级阶梯的过渡地带。黄河离开地广人稀的青藏高原，从这个落差极大的阶梯上劈山开岭，奔向人烟更加稠密的黄土高原。可以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却从此处入人间。由于地处2级阶梯的交界带，整个临夏地形犹如一个倾斜的盆地，海拔落差将近3000米，地表分布着163座较大山岭和10823条大小沟谷。其中，东边的永靖、广河、东乡3县靠近黄土高原，有着西北大地的粗犷豪迈，黄土层动辄可达数十米。向南直线距离仅仅60公里，坐落着西秦岭的余脉太子山，它横跨临夏、和正与康乐3县，水源丰富，植被茂盛，一片生机勃勃。而位于青藏高原边缘的积石山县则高寒阴湿，境内的山峰终年积雪，嶙峋冷峭，气势逼人。几乎每翻过一座山，你都会看到不同的风景。而临夏的总面积只有8169平方公里，仅占甘肃总面积的1.92%，很难想象，这样狭小的地域却拥有如此多迥异的风景。不仅如此，板块交界地带剧烈的地壳抬升运动，更是惊动了1亿年前的世界。在我的身后是一大片的恐龙足印群，这些1亿年前的庞然大物留下的痕迹，十分完整地保留到了现在。它的大小和规模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十分罕见的。这表明这里曾是恐龙的天下。在1亿年前的白垩纪，青藏高原尚未隆起，临夏还是一片森林繁茂的湖泊洼地，大量的恐龙在这里生息繁衍，留下足印。然而今天，我们只看到了那个世界的零星痕迹。我身后的这片山脉就在恐龙脚印的不远处，它的下方是红色的岩层，上面却是黄色的。它们中间呢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分界线，在这条线的下面是1亿年前的河底泥沙，
而这条线的上面，则是青藏高原隆起之后风力卷来的黄土。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临夏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多么剧烈的变化。这是一片历经动荡撕扯的大地。自白垩纪以来，交叠形成的红色岩层时隐时现，河流侵蚀而成的深谷沟壑，就像刻在皮肤上的皱纹，让我们可以想象那个遥远的世界。不论是恐龙脚印，还是古生物化石，保存都极其困难。然而，这些古生物遗迹在临夏境内却多达100余处，其原因至今未有定论。这使得临夏全境犹如一个充满谜团的地质公园。不断被发掘出的生物遗迹，记录着这片土地曾经历过的沧桑巨变。而这还不是全部，最让人称奇的是，在永靖县周边的黄河峡谷中，上百万年的风化与流水的侵蚀，将这里雕琢成丛丛石林，远看像是造物主肆意描摹的一幅画，近看却是刀削石刻、鬼斧神工。更加精妙的是，在这段峡谷的幽深处，隐藏着一处珍贵的文化遗迹——炳灵寺石窟。它由裸露在岩壁上的大大小小216个窟龛、800余座造像组成。最早的可追溯到魏晋时期，它们造型百态，色彩丰富，神态庄严而又安详。从魏晋时期开始，炳灵寺石窟就先后经由羌族、鲜卑族、汉族、藏族等民族共同维护和扩展，这才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座传承1000年的巨型石窟。它们的色彩和造型出自多个朝代、多个民族匠人之手，犹如凝固的神灵，矗立在崖壁之上，默然凝视着黄河千百年来的奔流，以及这片土地上往来星体交融碰撞的人间万象。这是一块动物的骨管，大约只有成年人的大拇指那么长，厚度接近3毫米，上面刻有细密规整的纹饰，代表了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中骨器加工技术的高超水平。除此之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的器型质拙天真可爱，有的纹路奇妙，美学造诣极高。尤其是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彩陶之王，它是马家窑文化的代表器物，其中的波浪式漩涡纹，仿佛是黄河的滚滚波涛，而这些均出土于临夏。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齐家坪遗址的核心区域，这里很容易捡到大大小小的陶片，像我手中的这个绳纹陶片，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古人是用绳子在软陶上面压出来的纹路，它既美观又防滑。还有我手上这个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这个陶片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耳饰。这个耳饰呢，非常的简洁光滑，当时的古人呢，已经拥有了比较高超的加工技术。坐落在黄河岸边的临夏，5000年前就已经有大量先民在此活动，他们所留下来的史前文化遗址被发掘出了800多处。除了数不清的玉器、陶器之外，还有中国迄今出土最早的青铜器物、最早的青铜刀，这些全部出土自临夏。种种遗迹的发掘都表明了，临夏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之一。今天的临夏已经成为一座融合各民族特色风情的西部城市。它与这些古老的文明一样，栖居在黄河和它的支流旁。我身边的这条大夏河就是流经盆地腹地的一条黄河支流。咱们临夏的这个夏字，就是大夏河的这个夏。正是因为大夏河的不断冲刷沉积，形成了现在的河谷，而河谷
正是孕育人类文明的舞台。从汉代起，中原通往青藏、西域乃至中西亚的商旅，大多经过临夏。被我们称为丝绸之路的古商道中，临夏是重要的枢纽。今天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少数民族人口占据了全州的60%之多。除了回族以外，还有东乡族、保安族、萨拉族等40多个民族都生活在这里。西部民族与中原民族在这里混居、通婚、交流超过100年，让这里的民族文化兼容并蓄，自成一派。走在临夏的街头巷尾，你会发现多元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具体而生动的。比如临夏的建筑可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一些建筑继承了中原汉族房屋的庄重规整，而局部细节上往往融合了西部民族的各色元素。房顶通常铺满了艳丽夺目的彩绘，它吸收了回族构图的密铺饱满，又兼有藏族配色的大胆和奔放。但最重要的还是我身后的这座砖雕，它的细节丰富，技艺高超，就像在砖上画画一样。匠人们在青砖上雕琢出亭台楼阁、山水花草等意象，其技艺之高超，如同在宣纸上泼墨一般，挥洒自如。而木雕与砖雕则互相借鉴，采用相似的手法，将不同的构思意趣再现于木头或青砖之上。不难想象，这种独特的建筑风格出自许许多多来往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共同的手笔。于是，多元不只被刻在大地上，也被刻在了人间烟火中。而不远处，那条流淌了数百万年的大河，就如同天地刻刀一般，在漫长的时光里，或大刀阔斧，或细腻温柔地雕刻着这里。我们看见，在山脉深处，自然风光密集而迥异；在峻岭之中，悠久文明静谧而夺目；在大河之上，滔滔奔流，也被人们在今天以智慧转化成西北诸省的动力之源。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这片土地终将和创造它、养育它、改变它的黄河一起，流向更加璀璨的明天。